啊，还要一去，我操！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1月29号星期五了，要周末了是吧？后半夜下雨了，现在雨停了。这2周降温明显。前2天发的在东莞那个酒店拍的跑步机，后来还有体测那个我还在剪辑中，那个要等一等，可能下周1或者下周2，很可能是下周2。然后另外一部见面会的可能在周末，好吗？因为素材实在太多了，大家见谅。今天咱们就聊一聊，又要聊跑姿了，因为前2天那个视频拍跑步机，好多小伙伴有留言，一会儿天亮点咱们聊啊。今天没有什么目标，随意跑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一会儿见。刚才又下了一阵雨，现在还零零星星，感觉日出不会太亮了，光线可能有点暗。咱们就直奔主题，说跑姿。我发现我基本上每10000公里会有一个能看得出来的小变化，也就是差不多将近2年的时间，不那么精确，但是大概。我还是先抛出我那个结论，有的小伙伴们是刚关注的，有的可能没听过我说过无数次的，我仍旧坚信跑姿是训练的结果，是能力的体现。反过来不行，就是跑姿不能被模仿，只有很个别的一些姿势可以考虑主动纠正，比方说很严重的八字脚，但是也要分情况。你看前2个月东京半马，我前面拍到那位女性跑者，那八字都那样了，人家1小时35之内完赛，对吧？那就不是太有纠正的必要。最近又刷到一些小视频，说某某跑步刚刚1年，然后跑得不好，在我的精心调整下，用了1个下午轻松驾驭什么3分10的配速。3分10的配速是什么概念呢？3分10的配速就是几乎我的很全力以赴的1公里。你相信我，我步幅再小，我全力冲刺步幅都不小。或者这么说，你看步幅大的选手，比方说本田先生、田中先生，他们1公里全力应该是可以进3分的，但是3分10也是一个不慢的配速了。在那视频里拍个10几秒、20几秒，说实话，你让哪个健康的不胖的成年男性去冲刺个10几秒，拍出来都不难看，真的都不难看。这就怎么说呢？你说你给夏利换一法拉利的壳，再换一套法拉利的轮子，你甚至把轴承什么都换了，你不换发动机，它踩下去也照样是夏利，不能是法拉利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能跑多快，自己心里明白。你说为什么那天看我在跑步机上一开始5分多6分姿势也还行呢？是因为
它不是装出来的，就是因为你跑得多了。就像现在我的分析，我自己的体感，就是我的能力、我的力量、我的关节的强度，让我觉得我现在这么跑的时候是最舒适的、最容易发力的、最轻松的。有小伙伴问说，只有前脚掌落地，小腿会不会压力很大？肯定以前会啊。你要是没有这能力的时候，你模仿，那你就是垫着脚在跑嘛，那肯定跟踩高跷似的。对吧？那谁垫着脚尖儿跑步都累。但是我经过了最近的这1万公里，我从全脚掌偏前侧到现在的这个跑步技术，那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比以前舒服。而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样比这样舒服。哦，给你们看看，哦，还要一起，我操！看见了吗？对吧？你说，你让一个没有这能力的人这么跑，他跑得了吗？跑不了。谁不想跑这么好看呀？对不对？就是你现在跑步，比方说，你觉得你是在贴着地飞行也好，还是你觉得你迈不开步的也好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如果你觉得这重要，那有的时候像初级跑者没有这能力的，你总会损失一些东西在模仿的过程中。比方说，我又说过一句话，就是你跑起来，想象自己跟吉普乔格一样，其实别人看起来你可能跟跳跳虎一样。就他觉得他在空中有一个蹬腿，有一个抬腿，有一个后撩，然后他为了这些呢蹦得特别高。那这样不行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话说回来，就是什么是最合适的跑姿呢？就是你现在觉得跑起来比较舒服的那个状态，可持续的。你过早的使劲的刻意往前迈腿，或者使劲往后蹬腿，甚至假装模拟那个后撩，都会让你不舒服，并且呢会增加受伤的风险。并不是跑姿不好造成受伤的风险，而是故意模仿跑姿才会造成受伤的风险。你看我跟着石川先生跑了这一小段，我都喘不上气来。我也没看刚才多快。其实我这1万公里过程中，我没有什么强度的力量训练。我对腿部力量的训练最多就是可能我4天一个训练周期有2次，都是几乎徒手，就我2个5公斤的小哑铃，一共10公斤，就拿在手上。然后做什么呢？做单腿的硬拉，一条腿50个一组，一条腿做2组到3组，然后把一条腿在后边翘在沙发上，另一条腿在前边，弓箭步的蹲，也是一条腿50个一组，做2到3组。然后体踵，把一只脚踩茶几上，另一只脚在地下，单脚，一条腿100个一组，也是2到3组就结束了。
最多就这样。所以我认为跑姿的变化不全是腿部力量的变化，因为就我们靠跑步让腿部肌肉的力量的增长是天花板是很低的，尤其是长跑，你不需要腿有那么大劲儿。就你现在你要测试我这条腿蹬地有多大力量，跟以前区别没有那么大。但是为什么成绩变好了，姿势变好看了一些呢？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链条，跑步它不是一块肌肉的事情，这整个这个链条训练的越来越流畅了。而这些小细节是模仿不来的，也不是靠专项的力量训练就能很好的补充的，除非是有明显缺陷的大细节。比方说昨天遇到那位观众在经历下颈束综合症，这种你去锻炼臀中肌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，也就是这样了。所以多跑是让自己跑步技术进化的唯一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，这是我的观点。那在这过程中，更多的我们能做的是在跑的时候去找那种感觉，而不是找那个姿势。就像我那天跟田中先生跑那个6公里阈值，好像是6公里还是321，忘了。我说突然有那么10几秒，我找到了那种滞空感，但是后来就很难再找到了，就说明我的能力还不够。我不会刻意的去大跳着跑，因为那样不现实。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更多的跑步中去找感觉。就像我说不对，是2021年的时候，我找到那种有那种甩鞭子的感觉。那也是在多跑增加了跑量之后，你只有多去弄，就跟练字儿一样，你弄多了你就自然而然的突然发现你一直在临摹，突然有那么一笔，哎，我这勾怎么勾的那么好看，我这撇儿这捺怎么那么的舒展。练过字儿的小伙伴们应该有这种感觉，对吧？那不是照着描能描出来的，得多描出那感觉来。它更多的是一种感觉，而不是机械的肌肉记忆。跑姿也一样。所以在纠正跑姿上，我们本身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，而且跑姿也不会去很明显的改变你的成绩和速度，真的不会。只有你的成绩和能力提高了，你的跑姿才会慢慢的变得更好看一些，或者更舒展一些，更自然一些，也就是这样了。行吧，差不多，我该往家跑了，咱们训练后再见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11月29号星期五清晨训练结束，第2个训练日，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4分54。哇，有氧效果居然是提高。对，因为我从周1、周2、周3这3天都没有规律的训练。平均配速是4分54，最快1公里是4分23，心率145，7.11了，行还行今天。而且今天虽然刮风下雨，但是比昨天热了一点点，外衣都穿不住了。今天跟大家聊聊跑姿，这期标题就叫谨防上当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觉得就是关于跑步的分享，大家都出来说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它是一个正向的环境。因为包括我自己，为什么咱们这频道老有的说呢？是因为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阶段是有很不一样的看法的，就我自己。所以您在哪个阶段都可以来分享您的感受，总会有和您契合的朋友。但是呢，我的原则是不会因为一些东西去
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去说一些违心的话，或者自己都觉得不太对的东西。这点我觉得这是我的原则，行吧？看这个色的好看吗？哦，这个色的配吉普乔格这个配子3的这个表带特别的好看，而且越来越多的新表盘更好的兼容 Pace Pro 了，就是因为我喜欢屏幕常亮，就是你们看常亮的时候是这样，我得慢慢弹，嘿，你看它亮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对吧？然后它过一会儿灭了以后，看它就是这样的，看到吗？就是如果那个表盘设计的那个时间的字特别小的话，就是数据特别多的表盘，它在灭了以后不太好看。我这次见他们也跟高驰小伙伴反馈，我说这个表盘的设计应该是亮一个样，灭一个样。这样的话呢，亮的时候能看到好多数据，灭了以后有一个大的时间也挺好的。期待他们越来越好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然后明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还是直播间，咱们再见。明天早晨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是一个30公里，我明天早晨也会参加，所以咱们明天能见2次。然后这2天的视频在密集的剪辑中。行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明天再见。